最近你是不是感觉人情冷暖突然变得更加明显？以前藏在心底的问题、关系、创伤，像被放大镜照着，一一浮现。过去能轻易带过的，现在变得沉重；以前可以忽略的，现在变得无法逃避。其实这不是你多想，也不是世界变坏了，而是天考的钟声已经敲响，大洗牌、大清理、大审判已经悄悄逼近。这次天考不是考试卷，也不是灾难性的打击，而是对人心的照见，对灵魂的考验。它不是在外面，而是在你的心里。有的人早已察觉，近些年风云诡谲，天灾频发，人心难测，生活节奏越走越快，而内心却越来越迷茫、焦虑、不安。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好像这一切不是偶然。是的，这一切都是天考磨练的前奏。这次大考不是审考别人，是审我们自己。不是看你念了多少经，修了多少法，而是看你的心念、选择、行动是否真的走在正道上。所谓天考，并不是专门安排某位神仙拿着卷子在打分，它更像是一面灵魂之镜，时时刻刻照见你的起心动念，你的一言一行，一念善，一念恶，都会如录像回放般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映射出你最真实的状态。而这一切正决定了你此生是超生，还是沉沦时化莲而去，还是6万年所回轮回。听起来是不是很玄，对吧？但你仔细想想，我们是不是一直都活在这样的选择里面呢？说得明白一些，这次天考不过是把每一次小选择汇聚成了大命运。014大考关，人人都要过。情关，最难的不是外地，而是人心。爱恨情仇是人间最浓烈的执着。很多人修了10年功，却败在一个情字上，对家人的牵挂，恋人的执念，旧事的心结，一旦心动就难以超脱。当然了，过情关不是让你绝情，而是要你看清，情是考题，不是依靠。真正的爱是放下占有，是彼此成全。财关，得失之间，看穿真假。有钱不是错，贪财才是劫。很多人直到终老都还没明白，无论你现在身上有多少财富，这些钱财都只不过是修行的放大器，就是要看看你在富有时能否行善，在困苦时是否不失本心。无论贫穷富贵，你今天随心布施出去的，终会以100倍1000倍的方式重新回到你的身边。所以一念贪起，可能种下一身业债；一念放下，或许就能解开束缚你的锁链。钱财只是过路物，真正的福报是从心中来，从德行生。人如观，火中取莲，不动如山。人言可畏，无如难忍。尤其是当你被误解、被攻击、被背叛的时候，
怒火腾腾升起，恨不得反击到底。但你若能一念不动，一笑而过，那便是金刚之心。真正的修行，不是在风平浪静时念经，而是在风暴中心守住慈悲。四，魔障关，外魔可破，内魔难除。这个时代，妖言惑众者太多，穿佛衣的骗子，道貌岸然的伪圣，真假难辨。而最大的魔，不在外面，而在心里。贪、嗔、痴、慢、疑，才是让人步入迷局的根源。天考之下，你要练的是一双慧眼，看清什么是假道，什么是真修，看清什么是利己的糖衣，什么是真正的道心。02，结束不是惩罚，是净化。很多人一听天考劫难就慌了，其实天考不是为了让你受罪，而是为了给你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它是一次灵魂更新，一次人生校准，也是一次大浪淘沙，让真正的金浮现出来。那些你以为的困境，可能正是上天帮你卸掉执念那些突如其来的破局，可能正是为你打破旧我，开启新生。所以别怕痛，痛是一种唤醒；别怕难，难是一种磨砺。你要相信，一切的打击都是为了锤炼出更纯粹的你。03，这一世是你翻身的机会。古人说6万年一大劫，我们生在这个时间点不是巧合，而是使命。你愿意相信的话，这一世其实是你早早就选择好的投胎机会。因为这一世有一次特别重要的大洗牌，是可以翻命盘改格局的关键时刻。错过了这次，可能就要再等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你真的想等吗？你愿意带着未完成的遗憾、沉重的业力、未醒的意识，再走一遍轮回吗？这就是天考磨练真正的意义。不再逃避，不是听天由命，而是主动回头，抓住当下，开启全新的灵魂旅程。04，天考通关攻略，记住这几点：修正心念，红尘炼心，修身立德，每天检视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真诚，是否善良，是否守信。小细节里藏着大因果，放下执念，别再为一个人苦苦执着，别为过去的错停留太久。放下不是放弃，是更好的出发。行善积德，远离守财奴吧，多做利他的事，哪怕只是一个温暖的眼神，一次无求的帮忙。请记住，人在做，天在看，宇宙都会替你记着的。谨言慎行，一句话，一念心，可能就是你结束的转折点。切记慎言慎行，稳住内场，静心内观，每天留出10分钟沉淀自己，听听内心的声音，问问我是谁，我想走到哪里。05，在这场深刻的检验面前，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灵魂答卷。这份答卷并非需要你
当下用纸笔匆忙写下，它早已在你生命的每一处细节中被宇宙的能量记录了下来。你心中升起的每一个念头，是善是恶，是清是浊，都被清晰记录。你日常做的每一个选择，是出于爱还是出于恐惧，是光明还是隐晦，都精准无误地收录在案。你每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奉献还是索取，是真诚还是虚伪，都构成了这份答卷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常言，人在做，天在看，这是有其深刻宇宙法则根基的。当我们开始了解天考，就更能感受到这句古训的分量。在这场生命的重要考卷面前，不同的人会面临不同的情况。那么在天考的能量周期中，哪3类人最容易陷入困境，面临灵魂提升的重大挑战呢？让我们逐一深入剖析其内在的原因和表现。第一类危险群体是那些情执过重、爱恨交织难以解脱的人。人间的情，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本来是连接生命最美好的纽带。然而，当这份情感逐步滑向偏执的深渊，演变成令人窒息的牵绊，固化成无法放下的执念，退化为自我价值匮乏的依附，甚至扭曲为控制和索取他人的工具时，它的本质便彻底改变了。这时的情早已不是滋养生命的爱，反而变成了困住灵魂的沉重枷锁。在天考的能量激荡下，情关往往是大多数人遭遇最严峻挑战的首道关口。因为深重的情执最容易使人陷入混乱的漩涡，它能轻易遮蔽人内在的智慧光明，让人失去应有的理性判断力，混淆了是非曲直的生命界限。请试着觉察一下自己，你是否常常陷入以下状态：对某个早已离开你生活轨迹的人久久难以释怀，心中始终为其保留位置，难以从一段痛苦或失衡的亲情、友情或爱情关系中断尾求生，反复陷入为什么这样对我的受害者心态中，过分关注父母、孩子或伴侣的所谓问题状态，难以克制地想要介入他们的人生选择，试图控制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些表现，无论你冠以何种看似合理的理由，在宇宙的深层法则下，其本质都归属于执着的范畴。天考的能量如同大浪淘沙，能量大潮涌起时，那些被情执牢牢捆绑住的人，往往会深陷情感的惊涛骇浪之中，难以脱身，身心俱疲。你内心深处或许以为，你那无休止的关注与介入是爱的表达，但真相往往是，你正在用这种沉重的情感依赖，亲手为自己打造一个无形的灵魂牢笼，束缚住了彼此飞翔的翅膀。来自更高维度的智慧提醒我们，真正的情，其精髓绝不是执着与占有，也不是病态的依赖与控制，它的最高境界应是发自心底的祝福，是尊重对方灵魂道路的放手，
是给予彼此真正的心灵自由。宇宙间最高层级的爱，终极目标是让每一个生命都能挣脱束缚，成为他们本自具足的最真实的自己。彼此之间应是相互成就，而非成为对方的束缚。请深刻铭记于心，天考要检阅你的灵魂深处。核心问题并非你爱的有多深多浓烈，而在于你是否在付出爱的同时，依然能维持自己作为独立灵魂的那份宝贵的自由。第二类危险群体是那些贪恋财物、追逐利益、欲望无限膨胀的人。金钱这个能量符号，在这个物质世界堪称是对人性最为严峻的试炼场。它拥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能够穿透种种伪装的面具，真实地映射出一个人灵魂深处的底线，其核心的价值观、尚未泯灭的良知，以及深藏不露的真实动机。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的人，其内在为了攫取更多金钱利益，背地里可能早已伤痕累累，不惜伤害他人或自己。还有部分修行者，表面功夫做得纯熟，仿佛心境澄明无碍，但只要接触到一个看似可以轻松获利却不正当的机会，内心深处贪婪的欲望就会立刻被点燃起来，道心在瞬间就动摇了。天考中的财官堪称是一块最隐秘，同时又最真实的炼金石。它的运作微妙而精准，并非表现为突然让你一贫如洗的打击，也不会猛然间给你送上意想不到的巨额财富，以此来直接考验你的心性。反而它更像一种潜移默化的浸润式审判，它会借由日常无数个与金钱相关的微小时刻，不断拷问你灵魂的选择。许多所谓成功的精明人物，穷极一生在财务上可能都未曾真正失败过，直到生命尽头都未能领悟金钱在灵魂进化中的真正意义。身边的庞大财富不过是反映你修行层级的一面镜子，起到放大的作用而已。你在富有之时，是否怀着感恩与责任，真心乐意去随缘布施，真心帮助他人？当面临财务困境时，你是否能在巨大的压力下依然坚守住那颗纯善的本心，不为诱惑所动，不会因财富匮乏而丧失做人的底线？这才是财官背后的灵魂课题。请扪心自问，你的日常思维和行为模式中，是否常常存在以下几种表现？常常不自控地和周围的人暗中比较，尤其是比谁赚钱更多，哪怕自己清楚知道某些钱来的渠道不正当，内心总充满各种无谓的恐惧，尤其害怕吃亏上当，害怕被人利用自己的善意，因此对付出钱财或物质帮助他人显得极其吝啬，斤斤计较到丧失人性本有温暖的极端。明明内心知道某些事情违背了良知与正道，仅仅是为了获得那一点点额外的灰色收入，最终还是铤而走险去做了。可别小看这些微小的念头和行动，它们如同涓涓细流，每一次偏离正道的选择，
都在无形之中持续累积你的灵魂业债，债务积累越深，将来清算之时，灵魂的痛苦自然也就越深重。虽然站在高维视角来看，一切行为都不过是体验而已，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但是你也得明白，清算也是宇宙律法里的一条，来自更高维度的智慧向我们传递着深刻的启示。金钱本身是中性无罪的，它只是一个工具，能否真正通过财富的考验，其核心关键永远都在于你这个人使用财富的起心动念，是纯洁利他的服务之心，还是贪婪自私的占有之心。钱可以被用来行善救人，积累内在的精神功德，同样也可以成为摧毁个人修行之路，甚至导向毁灭堕落的一剂毒药。天堂与地狱往往就在你面对财务诱惑时，那一念之间的不同选择。衡量一个人灵魂是否真正富有的标准，并不在于银行账户上的冰冷数字有多少，真正的富有首先是你那颗充满爱与智慧的灵魂永不贫困匮乏。真正的灵魂财富恰恰体现在你内心深处具有为众生福祉而慷慨付出的能力与觉悟。能舍方为灵魂富足的真实体现。第三类危险群体是那些嗔恨心根深蒂固，内在怒火一点就燃，情绪极易爆炸失控的人。在激烈波动天考能量背景之下，人入关是所有关卡中一个极为核心且至关重要的关口，几乎是灵魂进化的必考科目。无论你自认为在尘世中的地位高低，修行深浅，都必然会在生命中遭遇到各种形式的冲击。你可能被他人无理的羞辱和贬低，可能遭遇极深的误解和非议，可能面临突如其来的事业或人际关系上的沉重打击，也可能被他人轻视或刻意边缘化。当这些不期而至的生命挑战瞬间降临，最直接考验灵魂强度的绝非你是否能立即有效地反击回去，给予对方教训。它真正的着力点在于考验你，在这电光火石的应激刺激面前，能否保持住一份内在的灵台清明，能否克制住那即将喷涌而出的嗔恨怒火，能否真正稳定住自己那摇摇欲坠的心灵锚点。许多人一生都在努力修行改善，外在言谈举止可能相当不俗，口吐莲花，但灵魂恰恰就卡死在情绪控制这一核心关口上，内在的易燃易爆并未得到真正的消解。常见的表现是稍有言语不合，或感觉触犯了自己的尊严，内心那无名怒火就瞬间升腾并猛烈爆发出来，受到一点点委屈就日夜不得安宁，或彻夜辗转难眠，或者对外界过度敏感烦躁。一旦感到他人不认可、不理解自己，内心要么产生深重的自我否定情绪，陷入抑郁状态，要么便升起强烈的报复心理，让内心的怨恨不断蔓延发酵。这些都清晰地标记着你的心灵还存在着深层的伤痕印记，它们如同未被完全清理净化，
也未成功转化升华为智慧的业力疤痕。来自更高维度的智慧一直在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忍辱内在绝非是懦弱无能的退缩行为，它是一种积蓄内在光明力量的智慧选择。它像厚实的土地，默默承载而不怨怼，是为了更有力的向上生长。而瞬间爆发出来的愤怒情绪，它表面上可能显出一种力量感和威慑力，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内在智慧临时短路、暂时失灵的表现。它会切断你与本源智慧的链接。真正的修行功夫体现在实处，并非仅仅能够流利地讲出多么高深玄妙的大道理。它的核心检验点在于，当你身处不被理解的困境，甚至遭受人格侮辱和身心伤害时，当你跌落人生的低谷，被挫折感重重包围时，你是否依然能够稳定自己的内在核心？你是否能如高山般稳重深厚，内在巍然不动如山岳般坚实，在外显上又能如同流水般柔和包容，顺势而为，化解冲突？这才是忍辱功的真实境界。请深刻理解，忍辱并非要求你卑微的低下高贵的头颅，放弃应有的尊严。恰恰相反，它是为了守护你生命中至为重要的人格高度，维护你内在不为外界所动摇的精神价值。它是灵魂坚韧不屈，同时又智慧圆融的具体实践体现。06。那么在天考这场大浪淘沙的进程中，又有哪些具备相应品质的人能够平稳地度过风暴期，甚至实现灵魂阶层的跃迁呢？第一类是能够对情不执着，不被爱恨所困缚的人，他们已经深刻领悟了那份至高的智慧。生命中所谓得爱，其核心本质绝非是控制和拥有某人，而是发自心底最深处的祝福和加持。他们毅然选择放手，不是因为不再珍视这段缘分，而是因为拥有更深刻的了悟。唯有在灵魂深处真正放下那份沉重的依赖心，松开紧握的双手，才能在空灵之中获得精神本质的提升。放下是为了让彼此的灵魂都能轻盈地飞向更高的境地。第二类是能在财富诱惑面前不迷失本心，不为物质欲望所奴役的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金钱的本质只是一种服务于生活的工具，绝非值得膜拜的核心信仰或终极追求目标。即使身处贫穷的窘迫环境之中，他们依然懂得守护心灵的一方净土，不被匮乏感扭曲纯净的本性。而一旦物质财富降临，他们在富足之中依然保持谦逊内敛的心态，绝不狂傲骄横，深知外在福报的无常本性。贫富之间，心安如镜才是根本。第三类是那些能够驾驭内心情绪洪流，不生过度嗔怒，不怨天尤人的人。他们的心灵力量如大海般深厚宽广，即使在怒火猛烈燃烧，可能失控爆发的瞬间，依然能在内心保持一份清晰的觉照光明，如同台风眼中心的宁静。他们在生命风暴般的严峻挑战中，
有力量稳住自己精神的帆船不被倾覆，而每一次生命的试炼和打磨，非但未能磨灭他们的光芒，反而像打磨一颗蒙尘的宝石，让其内在灵魂越来越明澈，光亮越来越穿透，黑暗显现给周围的世界。外在的风浪成为了砥砺他们内在光辉的历史。这次天考的重要生命课题，它深层的核心意图绝非为了惩罚任何生命个体，它的运作机制更像是一次能量层面的严格筛分和层级拣选，其根本目的是希望帮助你在这个特定能量点上清晰照见自己内心深处尚未意识到的盲点和模式。它强力推动你去剥离那些不属于灵魂本质的虚假外衣，引导你重新回归并深刻认识那个本自具足的真实的灵性自我。最终的目标是助你彻底成为那个最纯粹、最具神性之光的自己。请相信，每个人在这宝贵的生命旅程中，都必然会经历来自宇宙设定的重重考验关卡。任何人都无法借助任何外部的途径巧妙避开这些灵魂进化所必须的锤炼，因为这是生命走向更广阔维度的必经之路。你完全不必要求自己做到所谓的绝对完美，也不必强行压抑所有的欲望和情感体验。在这条道路上，最核心的关键点在于，你是否愿意对自己内在升起的每一个念头，保持一份真实不虚的觉察力和内在的诚实。你是否能在变幻莫测的生命风浪中，始终铭记并坚定守护自己最初启程时的那份纯真本心和坚定愿力？你能否在这漫长而又布满考验的旅途中，稳住自己那颗时而动摇漂浮的灵魂？因为当下此刻的你，当下每一个起心动念的你，当下每一个细微选择的你，当下每一刻采取的行动的你，都在亲笔书写着自己灵魂未来的坐标点。你的选择，你面对考验时的态度，每一秒钟都在悄然重塑着你灵魂未来的归属之地和成长空间。在此，我发出真挚的祝福，愿你在经历这场灵魂层次的重要天考历程时，内在智慧清明不迷乱，在能量激流之中不沉沦坠落，在回顾成长之路时无后悔挂碍。愿你拥有无畏的灵魂力量，能够穿越一切幻象的风暴漩涡，让自己的内在本质发出永恒不息的光芒，并且最终回归那个无限光明的生命本源与源头。愿你看透所有幻境中的魔障考验，在纷扰万象之中，依然能坚定地守护住那个澄澈如水的真实自我。天考磨练不是为了吓你，而是为了唤醒你。千万不要忘记，你不是一个无力的小人物，而是一位从高维来的大道行者，只是暂时迷失在尘世之中。这次天考是让你认清自己是谁，该走哪条路的一次机会。别再犹豫了，真正重要的不是过去做了什么，而是现在决定做什么。愿你在混乱的时局中守住自己的心灯，踏上归真的路。
别怕黑夜漫长，你的灵魂自有光明指引。愿你度过这场劫，也渡回真正的自己。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